上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，外卖低至5折起。本节目由点外卖更优惠的淘宝闪购独家冠名播出。成长没什么不可以。本节目由3重真萃3地域户的皇家美素佳儿特约赞助播出。就算是个路人甲，谁也要翻身打。浪花飘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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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飘，谁不是个路人甲？谁又有资格评价？任他吧吧吧吧吧吧吧啦啦。上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，外卖低至5折起。本节目由点外卖更优惠的淘宝闪购独家冠名播出。成长没什么不可以。本节目由3重真萃3地域户的皇家美素佳儿特约赞助播出。听个段子电充好，感谢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，零下30度只多3分钟的比亚迪汽车赞助播出。轻松爆梗随口来，一口维他爽开怀。感谢真茶真柠真爽的维他柠檬茶赞助播出。华为 Pura 90系列新一代2亿智拍旗舰，2亿智拍一出手，追星大片跟着走，为健康做好药。本节目由东阳光药赞助播出。土地有温度，美食有态度。感谢爆笑零食好 homie 10个晴天美食小铺赞助播出。欢迎来到第2赛段对抗路友谊赛，精彩继续。不是吵架最重要的是高情商吗？吵架最重要的那不是低素质。所有人吵完架都说那句话那么难听，我咋忘了说了？他甚至学会给员工画饼，跟我说杨哥，你只要好好干，等新店开了，我就让你当店长。当上店长了，1个月没白忙活。但1个月以前，杨哥当的不是爹吗？前2天3点多给零检机回消息，零检机很震撼，说王哥你怎么还没睡？我说我去上厕所。他说王哥，原来你用的是企业微信。我不想当校霸欺负别人，要不我当大伯吧。纹个身就好了呀，学习我得日日夜夜头悬梁，但纹身只需1个小时锥刺股。恭喜小海、杨仔、大老王、李卓言直接晋级。恋综要是再不来找我，我就开始策划别的恋综了。要我策划，全部请走儿。你管他好不好笑啊，都不白来是不是？恭喜77，216票直接晋级。欢迎大家回到淘宝闪购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第2赛段对抗路友谊赛，现在继续。上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，点外卖拼团更优惠。本节目由淘宝闪购独家冠名播出。笑点稳稳接住，成长稳稳守护。感谢让宝宝成长有底气、上场有实力的皇家美素佳儿特约赞助播出。比赛继续，我们看看下一组要出场的是哪2位演员？不是2位，是2组。我只期待一组，就是谷雨和月明姐，纯闹腾。2番战了，看月明能否复仇成功，也是咱们这次赛事的一大看点。我们是纯友谊，我们没有对抗，没有一点对抗的感觉。有对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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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纯对抗，纯对抗，一点友谊没有。我去年我是在带领点谷雨的2位老师，虽然去年他们分比我还低，但是他们一直在安慰我。然后我晋级了，2位老师第一时间跑到我面前说，我觉得自己像小丑。所以今年我就跟谷雨2位老师说，我送你们晋级。赵小丸老师就说不是你送我们晋级，是咱们一起晋级。我说对，我是这个意思。一起晋级喽！双双晋级，热热闹闹，高高兴兴。这次我觉得我们又彼此更了解对方一点，就是又交到2个更好的朋友。第一个要登场的这对漫才组合，上一赛段为我们演绎了《哈利波特》世界里的奇妙冒险，今天又给大家上演什么好戏？我们掌声有请谷雨。大家好，我是郝方舟。大家好，我是赵小凡。我们是谷雨，谢谢大家。特别开心，又来给大家演漫才了。哎，你有什么想演的吗？这一赛段？
其实我一直想演电视剧《三国演义》哦，这个国民级电视剧了。啊，大家应该至少都刷到过吧？那你有哪个喜欢的角色呢？我先陪你演。哦，我最喜欢角色其实是曹操。哦，曹操很多人都喜欢这个的，一代枭雄，有一种宁叫我负天下人，休叫天下人负我那种霸气。我确实很霸气，是吧？曹操其实我也很喜欢的，你也很喜欢。曹操就是那个别人杀你，你掉血，你可以把杀拿走，三国杀呀。好好演一下电视剧可以。你喜欢哪一段？陪你演。曹操这个人生性多疑，哦，他跟自己周围侍卫说：“我睡觉谁也别靠近我，我好梦中杀人。我在营帐里睡觉，你来叫我起床。”哦，我来叫你起床。这谁不想杀人？假期别让大家听这么晦气的声音，行不行？别用手机叫我起床，人来叫我起床。人来叫你起床。OK， 你睡我，人来叫他起床。哎，丞相，我问你一下，你刚给我摁这一下，意思是给我关了，还是10分钟之后再叫你？我意思是，你不要学闹钟叫我起床。人来叫我起床，然后我杀你。我人叫你，我不是生性多疑吗？生性多疑，明白。曹丞相，咱俩谁多疑呀？你再给第一排观众撞死！我生性多疑，你生性多疑。我杀你，你不能这么谨慎。我不能这么谨慎。我杀你，你要不在乎一点。不在乎点，明白。不在乎一点。你睡，我不在乎。曹丞相，曹丞相，嘿，你挺会呀。那别演这段了。你刚才不是也喜欢三国吗？我也喜欢三国啊。那现在是我陪你演一段。那你最喜欢哪个人物呢？我喜欢诸葛亮。哎，诸葛亮我也很喜欢。你也喜欢诸葛亮？诸葛亮就是那种你没排他，别人不能杀你，该你三国杀了。不是，虽然我刚才演你那边是我这样那样，你好好演。你知道自己在这样那样，你好好演，好好演。诸葛亮，你最喜欢哪个桥段？我来陪你演。诸葛亮，我其实很想演那个空城计那一段。空城计就是面对司马懿的大军，诸葛亮和小童两个人在城上使出空城计，就演这段。诸葛先生，司马懿的大军已经压过来了。他们到哪儿了？他们已经进城了。进城还怎么空城计啊？没进城就在城外面。他们还在城外。他们有多少人马？他们有骑兵5万，步兵10万。还有1万坦克。哪来坦克啊？还有坦克？没有坦克，就15万人啊！他们有15万人呢。我方有多少人啊？我方只有5个人。行，那我方人也太少了，怎么办嘛？哎呀，那没办法了，只好用计了。去，传我的号令，打开城门。传诸葛先生号令，打开城门，全军出击。全军出击打得过吗？5个人打15万人。诸葛先生听起来不是很信任我兄弟5人呢。一副打得过的样子。司马老贼，受死吧！丙先生输了，你搞这么帅干嘛？输了你在以为你都给杀了呢。15万？哎呀，那没办法了还是按原计划用空城计。去拿我的琴来，我要抚琴。先生您要抚琴？那先生，我想听那个赵雷的《成都》。你点上歌了。赵雷的《成都》合理吗？先生，咱们是蜀国的，听《成都》是不是很合理？行吧，来吧。嘚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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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先生，再来一个马迪的《南山南》。没完了你！完了，先生，他们没中你的计，10万人朝咱们冲过来了，他们已经冲进城了。怎么办啊？没事，先生，不要惊慌。我把后门打开，15万人没刹住车，又冲出去了。有病了！空城。哎呀，别演这段了，演你那边。演曹操这个。曹操，你还有没有想演的？曹操这个人其实也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，有一个典故叫望梅止渴。望梅止渴，就演这个。
丞相，弟兄们都渴了吧？哎，回丞相是渴了。哦，还好我自己带水了。不能自己带水，不能自己带水，不可以自己带水。老板给我拿瓶矿泉水，我扫你啊。也不能买水，也不能买水，不可以买水。老板换成啤酒，我扫你。啤酒更不能买了，哪儿来的小卖？渴了来问我，问你怎么办？问我怎么办？哎，丞相，弟兄们都渴了吧？对，丞相渴了怎么办？大家不要惊慌，前方就有一片梅林。哎，哪儿有午餐肉啊？梅林午餐肉是吗？兄弟们看，前方一片梅树林。哦，丞相前方梅树林。对，梅树林，你让我们看什么呀？兄弟们看，前方一片有树林。哦，丞相前方有树林。对，有树林。你刚说梅树林，前方有梅树林，有梅树林。不是丞相，到底有梅树林啊？有树林，有不是丞相，你这样颠来倒去的，弟兄们都被你搞乱了。哦，被我搞乱了。哎，这样吧，咱俩各退一步啊，各退一步。前方有树林，有树林，也有午餐肉。没有午餐肉，不是丞相，是梅林午餐肉。没有梅林，丞相没有梅林吗？哦，没有梅林，咱怎么演望梅止渴呀？别演这段了，不演这段啊，最后再演一段吧。那最后咱演一个诸葛亮跟曹操都有的，两个人都有，就是草船借箭。OK， 先演诸葛亮那边。好，诸葛先生，我们与那曹军水上交战，不知道用什么兵器最好呢？水上交战果然还是弓箭最为合适。哦，我与先生不谋而合，那请先生10天之内造10万支箭给我。哈哈哈，10万支箭可不需10天，给我3天就能造好。嚯！先生够造的呀！哪儿来这句啊？先生太造了，哪儿来的没有这句？哦，给我20艘船，上面要扎满稻草人。先生，请看，20艘船在此。好，上面已经扎满了稻草人。好，这什么表情稻草人啊？这是，还有这个动作稻草人呢？这什么动作稻草人啊？先生，你站这儿。还有我位置呢，给我射死了！我要草船借箭。你不上船吗？我要草船借箭。哦。我打算呀设计一个恋综，这样男嘉宾女嘉宾一见面直接亲嘴儿。恋综，你讲人家七夕段子干嘛？你要借鉴的吗？哪个借鉴呀？这段多好，是不是？我还草船致敬呢，干咱这行能干这个吗？演你那边，演你那边。哎呀，丞相，何事如此惊慌？哎呀，丞相，对面好像打过来了，江上来了好多船呀，上面好像站满了人。站满了人，他们第1排是这样，第2排是这样的。我是你，第3排我就看不见。没有这样，就正常的士兵。正常的士兵。丞相，江上来了，一船上面站了好多的人啊。哦，他们有这样的。哦，这样的。还有这样的。刚才没有这样的啊，刚才很清楚，刚才没有这样的。丞相雾茫茫的看不清，我感觉他们好像是来偷袭咱们的。他们来偷袭我们，那放箭，丞相要放箭射他们。放箭。可是丞相，我担心他们使用草船借箭的计谋呀。这个计谋你怎么知道的呢？丞相，我听他们说，他们好像是来取箭的。他们来取箭的吗？那你们取箭码报一下。哪来的取箭码？就传我号令放箭。传丞相的号令放箭。放箭。咻啪咻啪咻啊！真扎着人了啊！哈哈！曹贼，你中了我诸葛亮草船借箭的计谋了，还扎着诸葛亮了是吗？是啊，谢谢你的箭。哦，刚才这个是诸葛亮呀，够了吧你？谢谢大家。谢谢古语，喜欢古语这段漫才表演的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们投票，请锁票。今天这段好像是这个来回切换多一些哈，风格变了，感觉你们俩都在吐槽，都在演装傻。对，够累的，反正是，是吧？这你们俩太卖力气了，这个。我个人一小观感啊，其实就叫您要都紧起来也挺好，就中间望梅止渴是不是稍微有点多了一点？把那摘了，我估计更好，是不是？就中间那块我就很慌张看的。哦，对哦，那我们把中间摘了，我们重来一遍。不许再借鉴了。这个。它毕竟它不是那种就是我们上一段讲的完全靠语言的，这里边有好多靠表演的。靠表演它就里边可能有一个控制的问题，其实在一个节奏上顶的吧，
它就会让人时间长了会有疲劳感，包括表演本身的满跟收，稍微再琢磨琢磨，我觉得可能会比现在效果更好一些。明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我现在感觉这漫才比就是单人的脱口秀是不是更难？得有个配合，这默契，这个。你们刚才的那个认真的程度，那种投入的程度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就像博哥说的，就是可能在节奏上可能需要一些调整，包括文本上，如果可能要有更精彩的或者类似于这种4两拨千斤的那种东西，可能对于你们来讲帮助可能会更大。这是我的感觉啊。我有点没太想明白，就是为什么你俩这次选择了就是装傻跟吐槽会来回切换嘛？一段作品里，而且不止切换了一次，是来回这么换。因为我们理解漫才，它不是一定要固定死角色的。我们理解漫才就是，有人装傻，有人吐槽，然后2个人在台上玩起来，这个就是漫才。就像我们生活中，其实大家也是有时候会装傻去逗朋友，然后有时候是会吐槽朋友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像我们俩的真实状态，所以我们就选了这一段。有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故事刚铺到一个地儿的时候，哎，你俩说，哎，行，先不演我这个，再演你这个，多线叙事，根本对啊，我有点可能喜欢那种一根筋到底的那种感觉。不过挺好，我觉得尝试嘛，总要试一试才有新感觉，才知道观众的喜好，还包括这个舞台能接受的度在哪儿。谢谢古雨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先来到休息区。那要和古雨进行 PK 的第2位要上场的这位朋友，我们的小开水壶精，他的这个很多爱情故事大家其实都很熟悉了，但今天他要讲的是一些前传，我们掌声有请月明。对，今天讲讲我单身时候的事儿啊。大家能看出来，之前单身了很长一段时间啊。那段时间很绝望，因为想谈恋爱找不着人，就我对同性啊，没有什么非分之想，异性对我啊，也没有什么非分之想。但是我为脱单做了很多的努力，就是你要脱单，你首先你要认识人，对不对？我那时候比较宅，我认识人的方式就只能是在游戏里认识人。我那时候特别喜欢玩吃鸡类的游戏，就那种枪战类的游戏。我发现里面有一些男生特别喜欢撩妹。他怎么撩？比如捡个好的装备，他不是自己留着，他主动问人家女孩，他说：“哦，我这有个6倍镜，你要吗？”一般人都会说要，然后这个男生会开始他的骚操作。想6倍镜啊，叫哥然后会撒娇的人不会人家会说哎好哥哥了，最爱你了，么么哒。你别说6倍镜，命都给他。对面撒娇这个人都不一定是个女的，但不管，命都给他。我也遇到过这种男生，上来就问我6倍镜你要吗？我说要，他说叫哥哥，我当时心想。终于到我了，看我怎么征服你啊！我说只要你把6倍镜给我，你不仅是我哥，你还是我大哥。大哥天，大哥地，大哥能顶天立地，大哥风，大哥雨，大哥能呼风唤雨，你是我的好大哥，有房有车，谢谢大哥。当时就大哥就被我镇住，二话没说，掏出个手雷就把我炸死了。他6倍镜没给我，我命给他了，我气死了，气得我哮喘都犯了。但是很快我就冷静下来了，我说可能确实说话有些刚硬了。但没关系，我是个非常好学的人，我就上网找那些教怎么撒娇啊，教怎么温柔说话那种短视频，我一宿一宿看，我都不睡觉。我觉得学的差不多了，又进游戏找那个男的。我不是可是他一个人祸害啊，
我就是做实验。你做实验，你不得控制变量吗？我是个非常严谨的人啊，我觉得玩的差不多了，可以向他输出我的学习成果了。我说，爹爹，你开车带着我，你队友不会生气吧？队友可真修不上我，只会心疼。那男的开着车从悬崖冲下去了，嘴里还喊着要跟我同归于尽。实验证明撒娇有用，都殉情了。但是在游戏里认识人确实就不靠谱，不靠谱。你还是要在现实中去认识人，去社交。我朋友就拉着我去社交，去夜店社交。我开始很天真，我觉得在夜店社交非常容易，因为你看不见，你也听不着。但是我真到了这夜店之后，我发现不是那样的。就夜店，它不是一般人能去的地方。就夜店门推开那一瞬间，我都震撼了。我说这个就是阴曹地府嘛。灯是绿的，还冒烟儿，跟那个86版《西游记》里阴曹地府一模一样。我当时我都想，我说我来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点早？但是我钱都花了，我得坐一宿，然后我就坐了一宿。我那个朋友喝了2杯就倒了，咱不知道为啥那天他倒那么快。然后有一个男的就跟牛头马面一样，就过来了，要把他带走。我死命拦着，死命拦着，我都忘了我是去社交的，我不是去当保镖的。结果拦着拦着，一个手搭在我肩膀上，我一回头，我朋友就这样瞪着我，然后跟我比口型，说：“别拦着。”我知道他为什么有对象了。人单身的时候，其实我不怕单身本身，我怕有人催婚。我父母不催，但是有人催。我老家隔壁有个大姨，平时我也看不见她，我就过年过节的时候偶尔能碰上她，但是她真的很关心我。每次看着我，结婚了吗？生孩子？怎么还不结婚生孩子呀？这个女人呐，过了25就不值钱了。我说呸，大姨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自己呢？嗯。主要我真的挺烦他的，因为他不仅催我结婚，他还催我离婚的父母复婚。主要是我爸已经再婚了，我就感觉他就是见不着东西担着。他可能他最讨厌的植物就是牡丹。他最讨厌的动物是丹顶鹤。最讨厌的人是我跟我妈，最讨厌的节目是《喜剧之王》单口季。他一点品味都没有。但是我还不能跟他顶嘴，我要跟他顶嘴，他还有一套嗑。啊，你现在不结婚生孩子，那老了之后谁管你呀？我这么说都是为你好。我说谢谢您，谢谢您。我妈都没这么为我好过。你才是我妈吧？你是我大妈。大妈天，大妈地，大妈管天又管地，大妈风，大妈雨，大妈听风就是雨，大妈不跳广场舞，句句都是为了你，谢谢大妈。你们就好看整活是不是？但是我说实话，他自己婚姻也不是很幸福。他劝我结婚，可能他觉得祸不能单行。我一直认为结婚和不结婚，他就是个个人选择，无所谓，你自己幸福就好，对吧？你快乐就好。他不是，他就像是你在那做题，让他跑过来跟你说这题选 C， 这题绝对选 C。
我说这是个主观题，人生就是个主观题。我想结婚的时候，我自然会结婚；我不会撒娇，我就不撒娇；我不想蹦迪，我就不蹦迪；我想上价值，我就上价值。我不想上价值，我就下台。谢谢大家，月明。谢谢月明。喜欢月明这段表演的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、锁票。中间这个大哥天、大哥地，听得我。好吧，现场观众突然掏出2瓶啤酒送给你，慷慨解囊。对不起大家，让大家看这么个玩意儿。挺好的，就是我刚才就是你那个你在网上不是那个游戏里那个，给你扔手雷那一下，我就拍了，因为如果是我也得扔。真的不想给一些东西。问题是后来你不是又改良了吗？我觉得手雷我扔早了，你知道吗？恨我不死。我好怕你拍灯的时候，他说你谢谢大哥。我觉得比上次那个还有意思，而且这次这个就是说不出来，就是带着一股这个特别自信的邪气，你知道吗？邪气。对，我其实非常紧张，我可能是觉得有点羞耻，可能是，就是因为这段其实因为好多演员他都听过，然后经常拿我这个大哥天调侃。我其实讲这段还是有点胆怯吧，可能。其实没有，是很好，你不用管他们。其实刚才整个那段弄完，这整个完了，我们的感受就是想祝你一帆风顺，二龙腾飞，三星高照，四季发财。遇着前同事了，这是。你看黄渤老师整完活，你是不是放心一些？大家都会。是能感觉到岳明今天使着劲儿上来的，可能是因为你刚才所说的那个不好意思的那一部分。对，今天我是真实的我，就往年可能就比较收着，就觉得，毕竟线上节目需要一些可能需要一些底蕴，可能。我看了你那个手账，我就觉得哇，好治愈！我真的就是听你絮絮叨叨的翻来覆去在那贴，我给看进去了。我就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浪漫和柔软的人。其实是的，是吧？我觉得像是一个铠甲吧，就是总觉得可能那个柔软的东西展露出来容易被伤害，所以就。柔软是你最珍贵的一部分呀，谢谢。对，大家会爱这一部分的，谢谢。但我觉得今天这么好的机会，你守着老师，你不让老师教你怎么撒娇？我吗？我。小马姐撒一个去。我跟谁撒啊？你啊？好家伙！你看我就不掺和这话题，我生怕就是太熟了，有点恶心。别跟我撒娇了，姐姐。什么玩意儿？我总觉得你俩好像还不敌他呢。咱一块儿去听了，咱都。大哥饶过我们吧。这个虽然艺术成分为0，但大伙儿都挺快乐，这不就是我们想要的吗？大傻子喜剧啊！完人传人了，已经开始，挺好的。你看我们这个卡座的四位老总慷慨解囊，谢谢。挺好，我觉得真不错。因为我可能就是希望大家就是纯粹的快乐就可以，就幸福就好了啊！祝您今晚晚安，谢谢，明早早安，谢谢，好人一生平安。好，就这样吧。谢谢。那比赛要有个结果，有请这边2位贵宾一起上台。好家伙，这对决结果会是如何？请看大屏幕。按照规则要很遗憾，先请谷雨暂时前往待定区。同时，我们恭喜183票的岳明直接晋级。
今日你我二人桃园结义。哎，结义是3个人啊。三弟还没来，咱俩先结。一拜天地。这是结婚，咱是结义。哦，结义，那我准备点贡品。哦，乌牛白马，2个牛马。 2个牛马。算了，我自己 Q 吧。啊，你来。该上点香了。哦，有香，香已经准备好了。这是香吗？这是10个晴天厚米棒就是香啊！厚斗门收获的鲜米，口味好丰富，尝之。确实是鲜香美味。行，咱开始拜吧。皇天在上，厚土在下，好厚米在身边，厚米棒在厚斗门58号。你桃园带货呀你？那咱们比赛继续，对决也继续，看一看接下来要出场的是哪2位。我想加入安全出口。你怎么敢选？我看他们没人选，太可怜了。要不然我们就流拍了。是啊，流拍我们会跟谁打呀？就是淘汰，直接淘汰。对，直接淘汰。我们接受不了一个人晋级，一个人淘汰。那要是咱俩晋级，他淘汰怎么办？那也行，也行，也行，也是最好的选择。对。那如果你晋级，我俩淘汰怎么办？那我跳下去。那我将用复活金牌复活我自己。我觉得我们3个的 PK， 我们3个在博上先上。那我接你，他收底，我收底。我们不是1v1吗？咱们第一位要上场的就是这位大学生，上一次刚在舞台上把这个短视频的课程的作业交了，这次咱给他继续点点关注，掌声有请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谢谢。对，我现在是一头大学生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最近的学术研究成果：住酒店拿外卖一定要带房卡。我有次在酒店点了个外卖，那个外卖机器人特别有边界感，停的离我特别远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去偷对门外卖呢。当时我只能一只手顶着房门，一只手伸出去够外卖。拿对空动手要点击关门按钮，我就一只手顶着房门，一只手拿着外卖，一只手点击关门按钮。关门按钮，名不虚传，一个按钮能关2门。我给外卖签收，我这房间给我拒收了。我在外面很尴尬，我的 OOTD 是一件朴素的黑色卫衣和一条亮蓝色的紧身大秋裤。站在走廊里像个迷路的变态，还偷别人外卖。我很懊恼，我说怎么穿着秋裤就出来了？但我有点庆幸，我说起码还穿了秋裤。我想要回到房间，唯一的办法就是穿着我的紧身蓝秋裤，下楼找前台要张房卡。这时候我开始做那种心理建设，我说有没有可能，只要我足够自信，他就不会以为我穿的是我的紧身蓝秋裤，他会以为那是一件布鲁莱蒙。但我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，因为布鲁莱蒙它不开口。我说这个关门按钮少关了一扇吧。很生气，都赖那个机器人。你一个外卖机器人，送不好外卖，光气人。我很烦，都从他接他电话，我就感觉不对劲儿。一接电话跟我说什么，你的外卖到了，很割裂，朋友们。外卖员没有这么讲话的，外卖员给我打电话说都是，你外卖到了，饭门口能收拿吗？你的外卖到了，你高兴啥呀？那不我的外卖到了吗？而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种机器人老用小孩的声音说话，对吧？然后一接电话，你的外卖到了，就我感觉我在雇佣童工，有一种负罪感。我混蛋的外卖送我楼下，我不下去拿，让小孩给我送上来。我有时候都想要不干脆这个外卖就放他肚子里吧，算是咱们给孩子的。除了外卖机器人以外，我之前在路上遇到过一辆运共享单车的大卡车，他也用小孩声音说话，开着开着来了句说：“
我要靠边停车了，请让一下。太震撼了那个画面。你们见过擎天柱穿肚兜吗？啊？夹子音擎天柱，汽车人变形了。你感觉他跟威震天打完架，跟人家说你再也不跟你玩了吗？太奇怪了，你大卡车学什么小孩说话呀？你是卡车，你不是宝宝巴士。你卡车装哪门子可爱呀？你就用你最匹配外表的那种粗犷的声音说话不就行了吗？让一下，要不停你身上。不理解为什么，所以我想了一下，我觉得这种机器人电子音用小孩的声音，它本质上就是通过装弱势群体来博取同情，从而获得特权，对吧？因为大部分人会选择不跟小孩一般见识。卡车往路边一停，后面路全堵死了。当他跟你说我要靠边停车了，你就感觉停吧停吧。小孩不懂事停着玩的。酒店机器人一进电梯，跟你说，请把中间的位置让给我。你就感觉行吧，孩子想站中间站中间吧。但如果我想象了一下，如果他就用正常的成年人声音跟我说话，我会怎么反应？一进电梯说，请把中间的位置让给我。不让。啊，电梯你家开的，能坐都不能坐，滚出去。再废话，给你轮拆了。坐个电梯一个劲儿往里挤。外卖送到门口，你不往前送2步了啊？对吧？我觉得大家对于正常人是没有那么多包容度的，你只有装的可怜巴巴的才会骗到大家的同情心。这种事情在人类社会中经常发生。大学生心疼阿姨在寒风中迈鹅腿。根本就是装出来的弱势，全是假的。那个机器人也是，他就光嘴上说请让一下，实际上我不给他让，他也往里挤。啊，还舔个脸在那问呢，说没有挤到你吧？你都压我脚上了，对吧？太假了，我感觉特别像我们生活中那种非常讨人厌，但还老爱说自己是讨好型人格那些人们。你们身边都有这样的朋友吧？啊，你光说呀，你讨好啊。我就认识一个演员，老爱说自己是讨好型人格，实际上老讨人厌了。我觉得他本质上就是一个 NPD， 他说自己是讨好型人格，属于是 PND， 骗你的。一录节目就装得特别谦卑，可怜巴巴的台上说什么来录节目非常紧张，因为我总是自我怀疑。我见过他，他私底下自我怀疑的方式是问，说我怎么演出这么炸呀？不光怀疑自己，也怀疑别人，说他们怎么都没我炸呀？这个问题很难回答，因为我看过他的演出，不炸，是吧？我理解炸应该观众哈哈哈哈哈哈，他那个观众是呵呵。他那个在我们这儿一般叫温，他这个要是算炸场的话，当年关羽就是炸酒盏的华雄。子曰：“炸孤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。”马天宇那歌唱的就是我这该死的炸柔，太假了，我不会整这一套。我来录节目就是真人秀环节，我就秀真人。然后全让人剪了。去年的节目你们就看去吧，镜头老少了。一开始说我什么黑马新人，到后面我说我镜头呢？我不黑马吗？怎么我一个黑马的镜头时长，它如白驹过隙啊？一期节目下来，真人秀镜头还没有李家俊多。李家俊是林简期的发小。很难受，但我现在像刚才我说的那种
假人装货，他们反而能够骗到很多关注，能够站在聚光灯中央，把我们这种人挤到旁边去。我不服，我想对他们说一句话，是我跟机器人学的，就请把中间的位置让给我。讲谢谢大家。谢谢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，请锁票。好爱看谢谢顶着一张老生的脸骂人，他老干这种事儿，那是啊。你看，虽然我在刚才段子里面说自己真，其实我也挺假的，我跟你说，因为我这个说的不是一个演员，我是把很多我讨厌的事情融合到一个人身上。哎，你不是特别喜欢这种受虐的，你喜欢不？不是，他也没骂我，不是他骂别人是挺爽的。我也趁这机会解释一下，我这个也是在艺术加工，就是导演组有时候剪我镜头也挺合理，因为我总是在后台骂街，人家也剪不进去那种东西。那咱们问问这个天生的这个真人秀圣体李乃文老师。其实我也在想，就是我一直在很共情的听他说机器人和大卡车的时候，哎，画风一变，我说合着前面全是铺垫呀。然后最后就是想要有一个诉求哈，就觉得不公正、不公平。我觉得表达出来挺好的，但是管不管用不知道。是，没事。但是呢，我们先表达出来。我刚才也想，他们点评说点啥呢？是说机器人还是说大卡车的？我正在那研究，突然有人把桌掀了。这个就挺耐琢磨的。其实他讲的大卡车，讲的那个送货的小机器人，跟后来在台上这个人，他其实是一种人。粗壮的外表，这个细嫩的声音，然后看起来很稚嫩，但是他很霸权。然后这好的本子就是不显山露水，然后但是到最后一气呵成。包括你说前面给你的那些假象也好，其实到最后跟后边不是翻转，他就是万剑归一了，他归到一个方向了。我觉得就是还挺妙的。谢谢老师，谢谢你。那谢谢，先到休息区，好不好？谢谢是一个非常有少年心气的一个小孩，他的愤怒有时候看起来很幼稚，但是谁都有幼稚的时候。人年纪大了之后就会想趋利避害，就总想去说一些、做一些对自己无害的事情，但是谢谢不会，我其实挺羡慕的。谢谢根本没有自我那个心理功课什么的。你看真正年轻人怎么看待世界、看人这态度。我字是谢，就这么写，像一把锋利的刀，切开这个社会残酷的一面。年轻人就该这么干。我要自己再补充2句，我知道就是有很多地方节目组是保护性剪辑就是得各事儿各论。至于我原本应有的真人秀给我剪掉，我依然保持愤怒啊。接下来上场的是一对组合，是漫才组合，他们那个不是单打独斗，两个人配合，不管这讲漫才还是做格斗选手，说话总是精神抖擞的，组合名也非常的朗朗上口。我们掌声有请安全出口。